很多人听到 AI 剪片，脑中会出现一个很魔法的画面，丢素材，按按逮，成片就自己跑出来。但我这次想测的不是那个，我想测的是，如果一个 agent 有记忆、有制作记录，也知道上次哪里做错，他能不能从一堆零散材料里整理出一支真的能 feed 的短影片？所以这一集不是展示神奇案底，而是拆开看 AI 到底自己做了哪几步，又在哪些地方还需要人类判断。这次我没有先给他一条整理好的时间轴，我给的是更混乱的东西，过去的任务记录、影片成效回接、制作偏好、失败修正，还有一堆可用素材。他要先判断哪些东西只是工作杂讯，哪些东西真的能变成观众看得懂的故事。这一步其实很像剪辑，只是剪的不是影片片段，而是记忆。真正困难的地方，不是把画面排到时间轴上，真正困难的是选择。这支片要回答什么问题？开头要先抓住谁？哪一段该用流程图？哪一段该直接秀截图？哪些技术细节要藏起来？哪些检查结果必须留下来当证据？如果每个细节都讲，影片会变成工作报告；如果只讲结果，又会像空泛的 AI 宣传。所以 Agent 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杂讯压成一条主线。主线确定之后，画面才开始有意义。我把这次影片做成一块会动的制作板，记忆被挑出来，故事线被拉出来，画面卡片接上时间轴，声音和字幕再被检查。这里 AI 比较像一个不会累的制作助理，它可以照规则生出画面，对齐节奏，重复检查小错误，也可以把上次踩过的坑写回记忆，但它不是凭空变出品味。方向还是要有人给，错误也要有人看得出来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AI 影片能不能用，关键不在于它能不能生成，关键在于它会不会检查。字幕有没有太短，声音最后一段有没有真的存在，开头标题有没有遮到角色的眼睛，画面是不是只对了工具名，却没有让观众看懂重点。这些检查很无聊，但他们决定了一支影片是 demo 还是作品。所以 AI 影片真的会自己剪吗？我的答案是，还不是那种按一下就完成的剪，但它已经开始改变剪辑的灯位。以前我们剪的是素材、音和字幕，现在还要剪记忆、规则、偏好、失败经验，还有每一次发布后得到的回端。如果这些东西能被整理成系统，艺人内容公司的制作方式就会变得很不一样。这就是 Lazer 自己做第二集想留下的答案，不是让 AI 取代创作者，而是让创作者的判断可以被一次次带进下一支影片。